最近在那个 PTT 啊看房地产版，不知道为什么开始讨论起来老年晚年生活，就奇怪，我是进来看房地产，怎么那边讲老人晚年但我把它看一看我看都怕了，我说真的。那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生了子女，子女不孝顺，你就完了那不生子女，你生病了，你就完了。你不生病，你失智了，你就完了你不失智，你没钱安养院，你就完了。你有钱安养院，你没有子女撑腰，你就完了。其实我看一看反正都是完了嘛那我实在没有看出什么老人的善终之路，就对啊什么住安养院被护工欺负怎样有没的之前大家很常讲养生村养生村只收亚健康那就是说生活能自理的人。那安养院把老人当作请健保给付的肉块对待社宅能否保障老人的未来？真相令人震惊。先说结论，不会了，没办法了，因为都发局被议员质询的时候都自己说不会了，那你还期待？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台积电员工买房免头期款，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社宅会保障老人吗？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我看到的新闻，来标题我念一下：高雄社宅是否扩及高龄族市场？都发局尚无考量我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高雄市议员汤永瑜质询都发局都市发展局，来问说，接下来高雄市的社宅供给或未来规划有没有可能提供符合长辈需求的住宅？然后都发局局长吴文彦先生说，提供银发服务的高龄宅全责及长照护理机构是社会局执掌，牵涉医疗照护与社会照护两部分的合作，目前社宅没有这个考量。都新闻上写了，还是质询最准的质询，因为质询你不能乱讲话，质询会被记录下来，这样我是原文照念所以很明显的，现在都发局对于社宅的规划并没有特别去考量进高龄人口。好，这件事情是确定的。那高雄高龄人口有多少？高雄市社会局统计，至2024年9月底，高雄市65岁以上老人538114人，占比 19.69%。高雄老人人口明年将突破 20% 大关那进入超高龄社会。对，就进入超高龄社会，这还是高雄嘞。你那个什么台北市、新北市那不是数字更夸张吗？然后都发局一点准备都没有，他就跟你说这是社会局就这样那所以你要知道，政府不会保障你的晚年。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政府就像你那个寡淡的同事只要不关他的事就是不知道、不清楚、不回答，然后因为你的需求跟他的 KPI 没有关系嘛那你在公司你还可以就绕道而行。那现在这个同事变成主宰你社会福利跟晚年的人，然后他跟你讲说这个是别的部门在负责的，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拘了所以解法是什么？解法还是你自己要努力，没有人会帮你，不是说什么生儿子女儿教儿子女儿努力，有没有帮你养老他们有自己的人生。那社会住宅已经确定目前还不会去救你它的特供名额是给老残穷的。那你只是老你不惨也不穷那你就自己想办法。而且刚才也说了，明年的高雄有 20% 以上都是老人，其他县市也一样，所以你的老叫做大家都是大家都一起老这样。我未看先猜，过了20年以后，这个社宅也不会特别出现什么什么老人保障名额。为什么有没有选票是一回事那特供名额就特供嘛，是给少数的嘛。20年后台湾的老人有多少这边有统计资料，来你看国发会的人口推估报告写的，20年后也就是2045年，全国人口中逾1/3都是老人。我们都等得到到时候1/3都是老人，所以老人将变成常态。那政府就不可能会怎样，会去立法去
保大家的常态，比方说身心障碍 ，OK， 好，那就是身心障碍的法这样。那今天是个常态，他要怎么办？他根本就照顾不完。最后你要知道，老了有房也有钱，是你我必须要达到的目标哦。那这句话已经不是变成一个什么 slogan 而已，而是它就真的是个切切实实的目标，必须要去达成。那这个不是恐吓而是我现在真心这样觉得，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未来的余命会很长，而且我已经讲过嘛，会超级长啊。这个我之前周日闲聊这个停办的节目有聊到，你没看过的话，你可以看一下。那这个余命会长到什么程度啊？基本上我们这一代活到90岁，应该都叫短命。95岁叫正常，100岁叫做普通。来，你看这张图，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来念一下来，美国科学人科普指出，在没有外在危害的情况下，人类的寿命最大值并非100岁，而是在120以上，最多到150岁最终会因为老化而丧命那这个是2021年的研究，2021的时候 AI 的革命还没有爆发不要忘了，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是颁给了一个 AI 模型团队叫 AlphaFold 那这个化学奖的得主宣称，将来所有的疾病都可以被攻克。那我们就不要假设说这个模型出来以后可以让你活超过150岁，我们讲100到120岁就好。若此事为真，则你的退休年纪，我看到被延到80岁，应该看我80我在上班是傻小那应该不会差太多我就想要觉得很好笑，那个老人这样到底是去上班还是给人家照顾？可是我们这一代人的80几岁，说不定真的还能够做事情你看那个美国总统川普了那他今年几岁？那他现在堂美国总统嘞。你当然可以说，因为他营养很好啊，什么专家团队照顾等等有的没。但我要表达的事情是你看我们现在退休年龄不是就被往后延了吗？好，那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你做什么样的投资大概可以保障你退休到过世，让你变成40年之内你都要有钱可以花。买股票嘛哪一只股票你敢这样子一路给它报到120岁？你敢这样吗？那当然你可以一段时间换一批，但是你要想人家说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假设你遇到腰斩一次就好，来一次就好只要一次，你退休金直接少一半，你要怎么把它补回来？还是你要跟我说你的眼光很独到，从现在到你120岁这段期间，你都不可能会遇到腰斩，巴菲特都不敢嘛，对不对那还是你要抱房子买几间房子，一抱20年20年以后再换一批来抱，你觉得哪一个比较稳当我是不知道你会怎么选但我自己会选房子，因为房子就那样嘛，就是稳定的东西，然后它又能够去跟随通膨一起做增值价值是减损的，因为屋龄越来越高，它的价值越来越低，但是因为通膨的关系，它的价格会越来越高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社宅会保障老人吗？然后我跟你分享了高雄市议员的一次质询高雄市议员汤永瑜质询都发局，问说面对未来超高龄化社会，都发局这边有做社宅的规划吗？老人社宅。然后都发局说这归社会局管他目前没有这样的考量跟规划。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所遇到的局面，现在2024年遇到那我也预测20年后政府大概也不太会针对老人做出一个老人社宅，因为那时候的老人家太多了，全台湾1/3太泛滥了，他怎么会去盖全台湾1/3的老人社宅？所以不太可能会发生，不太可能会有一个方案特别给老人只要你老你就可以怎样跟发那个老人年金一样那我的建议是，我们还是要靠自己努力，想办法实现老了有房也有钱，因为我们未来的余命会非常非常的长，活到90岁应该还叫短命你跟我很有机会活到120岁，那因为 AI 的关系嘛，攻克疾病什么没的，那你要怎么应付好未来这好几十年没有生产力的退休生活？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可能退休生活就活个10年嘛那所以退休金大概他人走了还没花完，可是你跟我们的退休生活长达40年，你工作也差不多40年而已，那对那你要怎么处理这一段没有工资收入的日子？当然你可以选择股票
然后等配息配股哦。但你觉得哪一只股票可以这样子40年的长盛不衰哦？那我的话哦，我还是选房子哦，一栋房子抱10年、抱20年，那个叫很正常哦。那一只股票抱10年叫20年，那个叫你根本忘记你当初有买这个股票哦，不可思议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哦，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哦，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哦，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哦，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哦，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哦。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哦。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哦。那50%的财富传承哦，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哦，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哦，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哦。财富传承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700坪，高雄最大房仲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那高雄的重大建设，我还做了一个高雄重大建设加美食地图的 Google Map Map 地图反正你点开那个地图就是我做的那个重大建设地图跟很多那个 YouTuber 不是来拍来吃高雄，对不对？那些他们吃的店我都把它点出来，这样都插在地图上，反正就是美食跟重大建设都摆在一起。你要来高雄玩还是你要看房子那你都可以参考这张地图这个我也花100多时间做的那我自己也用得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平常没事我都看那些 YouTuber 吃喝喝我去吃这样那使用的方法是你要去我的那个影片的资讯栏复制那个连结，然后贴在你的手机浏览器上，打开来看才会正常你直接点那个连结它会内建打开你的 Google Map这个 app 那不对，那打开来很多问题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是用浏览器开
就复制那个地图连结，再贴到浏览器去打开，这样才会正常哦。好啦，以上台北的 LINE 高雄的 LINE 重大建设跟美食地图你都有了，那就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好，来讲八卦讲八卦。最近在那个 PTT 看房地产版，不知道为什么开始讨论起来老年晚年生活，就奇怪，我是进来看房地产的，怎么那边讲老人晚年但我把它看一看我看都怕了我说真的。那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生了子女不孝顺你就完了那不生子女你生病了你就完了，你不生病你失智了你就完了你不失智你没钱安养院你就完了，你有钱安养院你没有子女撑腰你就完了。其实我看一看反正都是完了嘛那我实在没有看出什么老人的善终之路，就对什么住安养院被护工欺负怎样有没的之前大家很常讲养生村养生村只收亚健康那就是说生活能自理的人。那安养院把老人当作请健保给付的肉块对待就文章讨论里面各行各业尤其是参与到老人长照医生或相关产业的人他们在讲的那监狱你也讲监狱对不对老了偷东西在那边给警察抓这样给监狱养监狱会把生病的老人保外就医居家照护，这样把他丢出去。那你给子女养，子女的压力比你还大，对不对？他上有老下有小那你没失智没生病，有钱请年轻正妹看护在家里照顾，不麻烦子女，我目前看起来这个才是最佳解。好，那个年轻正妹是我自己家的。那我看一看在台湾房地产才是老年生活的保护伞，因为房子能生租金那你卖掉会很大一笔钱那晚年要烧钱我们就来烧嘛看是房子先烧完还是我先挂要是房子还没烧完我就挂这样最好了，对不对？那要是房子烧完了我还没挂，那我就完了就这样那撇开有房子没房子的事情不然你要说什么各种推荐买房子那我们来讨论老人在晚年照护这件事情，在未来到底有没有比较好的解法？我现在有新的看法没错，我之前在那个停办的节目周日闲聊里面就有讲到专门照护老人的 AI 机器人，这我预言的啦这也不用到预言，这件事情叫做铁定会发生你我的70岁80岁应该到时候都是这样，到时候都是正妹外皮然后 AI 居家照护机器人在服务你。好啦，正妹外皮这个是我自己加架构的那因为这样才符合马斯克说的机器人可能会达100亿台的数量嘛。你一个工厂那好几千个机器人是要干嘛？但是机器人走入千家万户，这本来就是一个机器人开发的方向，而且马斯克自己还说什么开发猫女机器人女性机器人，就他的那个 Optimus 是没有性别反正就是一个长机器人样，没有脸只有灯号。那猫女机器人说什么仿真皮肤，甚至想让她拥有生育能力，她是怎样？她是丑女丑成这样，是不是？想要把女性这样地位再严重削减一次回来甚至未来可以达成什么？可以达成3个机器人去雇一个失智老人，这样一个负责打扫一个把屎把尿一个出去跑外送赚钱养我这样不然怎么办？老人照护是每一个已开发国家很沉重的负担。为什么？因为老人这样，他已经没有生产力，可是他却合法霸占着资产，而且他要消耗掉一堆社会福利，搞到现在2024台湾也没有计划要专门来盖收容老人的社会住宅，就没有嘛那台湾在机器人或 AI 模型目前看起来也没有，也竞争不过美国跟中国。那换句话说，以后的居家照护机器人应该都是进口的。好啦，可能里面晶片台积电然后鸿海代工组装这样，我只能朝这个方向思考，我才能感到一点安心。不然老年生活我真的没有什么好的解法呢。但我很确定即使有机器人可以照顾失智或是大小便失禁的我，那我也是要花钱才行对不对？我还是要有钱才行不然等我80岁了，机器人处理大小便失禁要加钱结果我没钱可以扣了怎么办？把它拉在裤子上那所以从年轻就开始准备起来
会是比较理想的。假设我存钱在银行哦，钱被通膨稀释哦，我存钱在股票啊，我怕被腰斩哦，那我存钱在房子，这个正妹机器人赶快来啊！我好像又要拉在裤子上了，赶快帮我处理一下，对不对？这不是很好吗？